男人挑战住在完全黑暗的房子里，只要能生存7天就会赢到10万奖金。这里面没有网络，没有时间，更没有光源。在这极其压抑恐慌的黑暗中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陌生的房子经过处理，已覆盖了所有的光源。一场艰难的挑战再次开启。哎呀妈！阿伟所处的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黑，好像被封印了一般，黑的让人可怕。只有在摄像机的红外线中才能看到他。阿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手扶着桌子，不敢往前一步。陌生的房子，黑暗的环境，胆子小的可能早就吓跑了，但他要在这里住上7天呢，必须找到吃的用的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难题。眼睛看不见，只能依靠听觉和触感前行。他从卧室里摸到厕所去，又慢慢走到了门口，发现大门被锁住了，更不会有人能提供帮助。阿伟又回到了厨房，凭着记忆勾画整个房子。他猜到这所房子可能很大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卧室，摸到了2次推拉门，把他搞晕了。什么房子会装2扇推拉门呢？走着走着，再次错过了床铺。他记得之前就摸到过这根三脚架，于是朝反方向搜索，终于找到了柔软的大床。完全黑暗的房子，随时都会出现意外。阿伟走得很慢很慢，他在抽屉里找到了2捆绳子，或许可以用这些做一个指引路线。他以餐桌为中心点，将桌子的右腿连接到卧室，左腿对接厨房，又扯了一根绳子直接拉到了卫生间。只要记住这3个重要的方位，就能解决吃喝拉撒睡。闭着眼睛生活7天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他忽略了大脑应对黑暗的反应。才过去了5个小时就出现了眩晕，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阿伟在厨房的抽屉和柜子里找到了食物和水源，他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，只能依靠嗅觉来分辨火腿和面包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睡一觉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。这才第1天就感觉到了恐慌和压抑，黑暗几乎是所有人的噩梦。第2天阿伟醒来感觉很不适应，眼睛睁开和闭着完全没有区别，他有些莫名的烦躁，脱离了人群，陷入了黑暗。这种困境让他很绝望，根本没有心情去做任何事。阿伟祈祷节目组的人能来看看他，哪怕有人跟他说上一句话。导演担心比赛会坚持不下去，于是派小助手前去查看一下。阿伟听到通知，赶紧返回到座位上，戴好眼罩等待有人进来。这么黑的空间，小助手也很震惊，他只有通过相机才能找到人。阿伟既兴奋又愤怒，黑暗的压抑，他很希望向人倾诉，但是小助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阿伟以为出现了幻觉。Я тебя слышу. Ладно. Кусок алчи. 小助手只待了一会就离开了。阿伟又恢复了一个人的黑暗牢房，他落寞地爬上床，提前开始了睡觉。没有时间也没有光明，只有睡着了才能暂时忘记恐惧和绝望。第3天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。阿伟强制自己适应黑暗中的一切，想想盲人是怎样生活的，对比自己反而幸运多了。7天后就能重见光明了。这时阿伟突然看到了一束亮光，等他再次眨眼时又消失了。一瞬间的错觉，阿伟不停地寻找光源，心理专家却认为他可能出现了幻觉。大脑反射的一种强烈信号，提醒主人颜色这一块异常缺失了。阿伟感到烦躁不安，再待下去会不会变成疯子？小助手的探望时间到了，阿伟在摸寻眼罩时突然打碎了水杯，他来不及收拾残渣，及时戴好了眼罩。小助手这次带来了画板和画笔，阿伟希望他们能清理下地面的玻璃渣，如果在黑暗中扎到脚就太危险了。但是小助手却转身离开了房子，阿伟无可奈何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他将抱枕扔到地上，踩着慢慢走到了门口，穿上鞋子就不担心扎脚了，然后拿一条毛巾摸索着将碎片堆到一起，在捡的过程中不小心扎到了手指。好在卫生间门口有台吸尘器，他在餐桌周围来来回回清理了好几遍，应该没有玻璃渣了。漫长的黑夜，阿伟决定用画画打发时间。小助手提供的彩笔竟然是水果味的，他看不见也能分辨颜色。这份惊喜支撑着一直画了好久，相机的红外线照不到白纸上的图案，导演也很好奇他到底在画什么。后来才知道他在释放内心的恐惧、不安和愤怒，仿佛这样才能缓解压力。这一天他过得比较充实。第4天，阿伟刮了胡子，整理了发型，他说服自己像个盲人一样好好生活几天，坚持下去终会看到光明。他解开了指引的绳子，每个方位几乎了如指掌，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快速到达目标，好像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阿伟鼓励自己一定要战胜黑暗。小助手又来探访了，他发现阿伟闭着眼睛和他说话，几乎没有睁开过，而他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到变化，甚至怀疑眼睛是用来干嘛的，睁开和闭上有区别吗？在小助手的提示下，阿伟重新睁开了眼睛。长时间的黑暗生活真的会改变一个正常人，这种实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第5天的时候，阿伟突然消失了，任何角落都没有他的身影。节目组的人赶紧去找，周围的街道分散搜索，终于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他。阿伟戴着眼罩，始终保持着黑暗。他说他很压抑，很想出来透透气，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。阿伟承受着实验的重任，再次回到了房子里。第6天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叹气，说不上来的难受情绪，就好像陷入了深渊中无法脱身，特别想念外面的家人和色彩斑斓的世界。他很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心理专家分析，这可能是黑暗引起的颓废心理，无助、焦虑和恐惧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他。
这一天阿伟过得很伤感，黑暗中他几乎想起了很多伤心事，情绪低落到了谷底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小助手第一时间将他带出了房间。重见光明的一刻，眼睛变得非常敏感，他激动地哭出了声音。久违的光明，阿伟不敢睁开眼睛，没想到他竟然做到了。很难想象突然瞎了7天再次看见颜色的心情。阿伟重新回到实验的房子里，竟然跟脑中构想的布局完全不一样，比想象中小了很多。看来眼睛看到的跟猜到的天差地别。经过这次实验，阿伟就像重生了一般，相信他会更加珍惜这个多彩的世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坚持多久呢？500斤的宝石墙里藏着一颗大钻石，谁先挖到它就能带回家。开局的工具只有一把橡胶锤，这么硬的钻石墙根本砸不动，阿伟只能反过来用手柄去敲。收集掉落的碎钻就能兑换相应的工具，他在墙壁上砸来砸去，也只捡到了8颗的碎钻，想要兑换工具还远远不够。轮到大壮了，他也选择用手柄去砸钻石，力气使得不小，但只弄坏了锤子，最后踩到了14颗的碎钻。钻石墙壁坚硬无比，已经超出了2人的预知。他们决定分开领地，各自开采，谁先拿到大钻石就看本事了。阿伟惊喜地发现，凸起的小钻石可以轻易地抠掉，而镶在墙里面的钻石异常结实，累死可能也拿不出来。这一次他只采到了27颗的碎钻，还是不能兑换工具。大壮瞄准红色的鸽子蛋一直砸，竟然被他砸了下来，重量轻松超过了100克，他可以在商店兑换工具了。大壮选择了铁飞镖，锋利的尖尖很适合撬掉凸起的小钻石，他连续刺掉了好几颗。阿伟羡慕的有点着急，他砸不下来钻石就没有工具，好不容易捡一些碎渣还是没有达到100克，只好手动画了一张打折的优惠券。主持人见他可怜，拿给了一个弹弓，用钻石打钻石还是行不通，他只好用铁柄去刮墙壁，终于采到了一颗大绿钻，累计重量达到了170克，还是不能兑换下一个工具，但是比橡胶锤子好用多了。2个人快速在墙壁上凿来凿去，把凸起的小钻石全部砸掉，积少成多就能达到兑换工具的重量。阿伟首先采到了500克，兑换了一把小铲刀，用来开采钻石还挺好使。大壮的飞镖撬到冒烟，他也捡到了500克的碎钻，拿到了新的工具。他在墙壁上砍来砍去，碎钻飞得到处都是，完全不顾及阿伟的处境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谁先采到一颗完整的粉钻就能加上500克。粉色的钻石很少，而且镶得很结实。大壮不小心砍碎一颗，但他很快又找到了一颗新的粉色钻石，累计重量超过了1000克，兑换了一把榔头。但是砸在墙壁上好像并不顺利，还没有阿伟的铲刀好用。他终于铲掉了一颗大红钻石，达到了重量，开始兑换工具。阿伟选择了一把斧头，砍在墙壁上伤痕累累。他又采到了一颗大钻石，兑换了一把大斧子。工具升级，掉落的碎钻也越来越多。大壮看得很是着急，他和主持人协商用榔头换镐头可行吗？主持人同意了。大壮用镐头尖尖在一个地方使劲砸，他打算砸穿墙壁，破坏它的完整性。钻石墙出现了凹槽，主持人再次提出新的比赛规则，谁能拿出接近10克的钻石就能获得神秘工具。阿伟捡了几块碎钻掂量着差不多，没想到超出了4克，而大壮只撒了一些灰尘，几乎称不出重量。但是主持人却认为大壮赢了，他拿到了一根撬棍，还是在凹槽处继续砸，没有突出的尖尖根本不好使。大壮又换回了镐头，比较趁手，凹槽变深了。看他砸得如此卖力，阿伟趁机收集地上的碎钻，这么多足可以兑换新工具了。他拿到了一把大镐头，使劲砸在钻石墙上，还是没有砸开，但他几乎用尽了全力。大壮的镐头尖尖越砸越深，他好像砸穿了墙壁，只是洞口太小，根本拿不到钻石。他赶紧收集碎钻去换一个更厉害的工具。阿伟反应过来，继续砸墙壁，仅仅一个小洞口还是有机会赶超的。很快他又兑换了一把大斧子，用来砸墙壁，果然快了很多。他的凹槽也在变大，他越砸越起劲，完全不理会大壮的举动。而大壮已经收集到足够多的碎钻，他也拿到了大斧子。不得不说，有了大壮的斧子才是完整的。他哐哐地砸向墙壁，连同整座房子都在摇晃。坚硬无比的钻石墙在无数次的重击后，终于砸开了出口。大壮继续将洞口变大，然后拿出了里面的大钻石。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大壮赢到了大钻石，阿伟输得心服口服。小伙用废弃的水桶改造成了超级潜水艇，如果可以下水，他就要去海底挖宝藏。这么大的水桶足可以装得下5个人，而且漂浮性还很好。如何才能让它沉入海底变成潜水艇呢？阿伟准备挖出3个可视的窗户，这样就能随时观赏海底的美景。他用热熔胶棒将窗口连接处牢牢地焊住，一旦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可能会全军覆没，这可是拿命在冒险。水桶的外围用泡沫板填充塑造，不但防水漂浮，还更容易雕刻出造型。他们照葫芦画瓢，竟然1比1复刻出了潜水艇的模样。接下来他要涂满橙黄色的颜料，据说鲨鱼天生畏惧这种颜色，希望在海底不会受到攻击。小助手描绘出铁皮的线条和 logo， 原本塑料的身体瞬间上升一个等级，
最后再涂上防水层，手搓潜水艇就此诞生。他们迫不及待要下水实验，于是来到佛罗里达最大的水域开始冒险。但是潜艇漂浮得很好，根本沉不下去。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步骤，潜水艇自身没有重量，必须增加足够的重力才能使其下沉。阿伟采购了5000斤的混凝土，浇灌进潜艇的内部，这个重量应该可以下沉了吧？船长将潜艇拖拽至海中央，3个人忐忑地进入船舱，而潜艇只沉没了1/3，但海底的景象看得非常清晰，大鱼小鱼近距离接触令人震撼。他们看到摄影师就在旁边，于是向他发出了危险信号。鲨鱼没有看到，摄影小哥却找到一颗超大海星，海底的景象时刻充满着惊喜。阿伟发现船舱里铺垫了注水带，只要打开开关就能加入几十斤的海水，而潜艇也能继续下沉，一直沉没了2/3。他们也看到了更美的海景。这时有一扇窗户突然进水了，他们试图用胶带补救，但是进水的速度非常快，潜艇好像又下沉了。窗口的海水很浑浊，可能是海底扬起的沙子。队友还发现一个庞然大物游过去，难道是鲨鱼？船长拉拽着潜艇上升到了水面，不然氧气耗尽也很危险。他们看到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，很难想象它的主人经历了什么。队友很担心他们会像沉船一样沉没，只想赶紧离开这里。再加上暴风雨即将来临，危险系数越来越高，他们只能通知船长提前结束海底探险之旅。建造了1周的潜艇也没有浪费，最起码见识过海底世界的美丽。冷水池和热水池哪个让人更难受？谁能泡到最后出来就能赢得5000奖金。乔治选择了热水池，里面早已被加热器升温到50度，再加上室外35度的高温，明显让人更难受了。老王选择了冷水池，仅有10度的冰水席卷全身，他感觉脂肪都在慢慢收缩。主持人将2盆沸水倒进热水池里，再往冷水池里加入3袋冰块。紧张刺激的比赛也正式开始。第一个挑战是吃汉堡，谁能在10分钟里吃的最多就能赢到奖励。乔治热得冒烟，老王冻得发抖。在这种环境下吃东西本身就很困难，况且他们现在还不饿，但是为了奖励必须往嘴巴里塞。老王吃了2个已经吃不动了，乔治竟然吃到了第5个，他撑得摇头晃脑难以下咽，明显胜负已定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一台风扇，小风嗖嗖地吹在脸上，果然凉快多了。而老王输了必须接受惩罚，主持人让他喝掉1瓶冰可乐，没想到最爱喝的饮料也会成为负担。老王从里到外都是冷的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。主持人继续往热水池里添加2盆沸水，往冷水池里加入3袋冰块，时刻维持着公平的水温，也让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备受折磨。30分钟后开始第2个挑战，谁先在水中完成1次水平翻转就能赢到奖励，在地面上就很难做到，更何况是在水里了，而且泡沫板一直飘来飘去。他们尝试了10几次都没有成功，但是经验越来越丰富，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。老王人平合一，终于在水中完成了水平翻转。这一关老王赢了，他的奖励是一套潜水服，而且还是功能性的，穿上之后就能让体温上升至20度。但是老王好像感觉不到一丝的回温，依旧冰凉刺骨。乔治的惩罚是一碗爆辣火鸡面，本就不能吃辣的他尝了一口，火辣辣的刺痛感充满口腔，乔治难受的直掉眼泪，他赶紧喝一口热水缓解下，没想到越热越辣。而主持人不停的添油加醋，又往水池里添加了2盆热水。老王于心不忍递过来1颗冰块，冰一冰红肿的嘴巴还能继续吃。乔治忍着剧痛又吃掉了2大口，剩下的汤不用喝了吧？如果你想喝也可以。主持人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接着开始第3个挑战，2个人比赛憋气，谁憋的时间最长就能获得奖励。他们趴进水池里屏住呼吸，多坚持1秒就有可能超过对方，而且拿到奖励就能让身体短暂的放松。25秒后，乔治表情淡定，丝毫不难受，而老王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再不出来就要吃席了。这一关乔治赢了，他的奖励是吹空调5分钟。乔治赶紧冲向空调房里，尽情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凉爽。老王的惩罚是4个冰袋，主持人帮他贴身粘在身上，一点也没有浪费，寒冷刺骨的感觉更加明显。老王被冰的嘴巴发紫，牙齿打颤，他很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。好在乔治归来陪他一起受罪，为了奖金再忍一忍吧。主持人继续往水池里添加冰块，加入沸水。第4个挑战是扔沙包，谁先投进前面的支架里就能赢到奖励。2个人交叉开始扔，这么远的距离，洞口还这么小，真的很难投进。但是老王的手气依然最佳，他首先投进了沙包。这次的奖励是一个热水袋，抱在怀里非常温暖。而乔治就惨了，他必须穿上羽绒服，戴上帽子。大热天的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再加上热水的袭击，乔治的内心无比煎熬。他在纠结了5分钟后果断放弃了比赛，再泡下去就要煮熟了。老王如愿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比赛进行了5个小时，已经是人体的极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冷水池还是热水池呢？
5个人挑战24小时不上厕所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到10万卢布。他们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，如何才能挑战成功呢？节目组贴心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一杯特殊的饮料。吃饱喝足以后才更容易上厕所。他们吃得很开心，完全没想过后果。而这杯一泻千里的小饮料更是一滴都不能浪费。有趣的挑战正式拉开序幕，5个人谈笑风生，表示肚子一点也没有反应。主持人找来一位高大威猛的拳击手助他们消化，每人一拳实打实的捶在肚子上，竟然疼得有点茫然。小小的身体力气倒不小，拳击手打完收工离开了场地，而他们的肚子还是没有感觉。主持人继续整活，谁站在平衡板上的时间最短就要接受惩罚。乔治晃晃悠悠坚持了5秒，而老王只站立了3秒钟。阿伟的时间也是5秒，杰克颤颤巍巍超出了8秒钟。小白的平衡感最好，他坚持了11秒。老王输了，不得不接受惩罚。主持人将一个电击手环绑在他的胳膊上，按下遥控器就会出现刺痛感，30分钟以后才能取下来。老王生气的坐立难安，随时出现的刺痛让他更加难受。1个小时后，5个人还是不想上厕所。主持人让他们比赛吹气球，最后吹破的人就要接受惩罚。上面用嘴使劲吹，下面的阀门可能会控制不住，而这个气球竟然比想象中更大。持续吹了3分钟，杰克首先吹爆了气球，接着是阿伟，飞出去的不只是气球，看来他的肚子有了反应。老王和小白也吹破了气球。这一局乔治输了，他的惩罚是按摩肚子，专业的手法和技巧助他一臂之力，这谁能忍得住？乔治的肚子胀胀的很有感觉，但他认为还能夹得住。直到按摩结束也没有人要去厕所。主持人拿来一杯南瓜汁和青豆让他们吃下，特意搭配的拉稀套餐不知道有没有用。老王假装电击撒掉了一半的豆子，南瓜汁也要少喝一点。他的惩罚逆转成了好处，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喝掉饮料也要吃完豆子。主持人打赌不超过5分钟就会有人去厕所，但是他们表现得很轻松，丝毫没有要拉的意思。主持人又找来一位瑜伽师帮他们一把，奇奇怪怪的动作让肚子很有压力，这要是绷不住喷出去该有多丢人。他们只能收紧阀门，祈祷赶紧结束。15分钟后运动结束，几人累得气喘吁吁，不愿动弹。主持人问他们想去厕所吗？有人想去，但是不能去，为了奖金还要再忍一忍。主持人准备了5台手机让他们选择，绿色屏幕代表安全，红色屏幕代表惩罚。这一关没有技巧，全靠运气，只有杰克的手机屏幕是红的。主持人拿来一盒西梅干让他吃下，味道很不错，效果也很让人期待。杰克全部吃完1颗不剩，但他还不想上厕所。主持人再次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每人做20个蹲起，谁的脉搏跳得最快就要接受惩罚。每次蹲下起立肚子都很有压力，为了不拉只能更用力的收紧，一紧张脉搏就有可能升高。乔治的指数是117，老王和他一模一样。阿伟丝毫不紧张，他的指数只有99，而杰克看起来很不自然，他紧张到144。小白的指数一下冲到了158。主持人拿来30毫升的豆油让他喝下，味道不错，非常难喝，不知道他的肚子还能不能撑得住。3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找来2位催眠师让他们放松身体，想拉就去拉，干嘛跟屎过不去？不管催眠师如何催眠，他们依旧收紧阀门，不敢松懈。而另一位催眠师更加直接，索性上手帮他们排气。你干嘛？但是阿伟誓死不从，催眠结束还是没有人要去厕所，主持人只能用更狠的方式继续整活。5个人比赛吹蜡烛，谁吹灭的最少就要接受惩罚。乔治一口气吹灭了3支，小白吹灭了4支蜡烛，杰克的口气真不小，一下吹灭了5支蜡烛，老王也吹灭了4支。轮到阿伟了，他的肚子早已冒泡，并不敢用力吹气，他只吹灭了1支。惩罚是5根酸黄瓜，肚子难受的可不止他一人。比赛进行了6个小时，他们吃的乱七八糟，肚子已经有了反应，咕噜噜的气体也不敢放出去，这一排有可能会一泻千里。主持人问他们要不要去厕所，但是没有人回应。既然没有人退出，那就继续挑战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动起来就会有人憋不住。7个小时后，他们好像达到了极限，排气声不断的响起，谁也不知道自己拉没拉。老王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主动放弃了比赛，跑向了厕所。炸马桶的声音如此诱惑，外面的人听得坐立难安。主持人又拿来一杯西梅汁让他们喝下，这次看你们怎么忍。不出意料，小白紧张地跑向了厕所，马桶竟然坏了，他只能跑去外面的厕所解决。主持人听见声音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这是急得不能再急了。剩下的3个人继续吃梅干喝梅汁，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实在吃不下了，主动放弃了比赛。阿伟也是硬撑，他认为杰克肯定和他一样，只要多坚持1分钟就能战胜对手。看来是他想多了。杰克表现得并不难受，他好像已经掌握了技巧，只要慢慢调节排气，肚子就不会疼。10分钟后，阿伟着急地跑向了厕所，
他实在撑不住了。恭喜杰克赢得了比赛，也拿到了奖金。他坚持了8个小时，已经是身体的极限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男人用100层纸板打造了一种4边形牢房，想要逃出去，只能去挖别人的墙壁，谁先触碰到对方的按钮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开局的工具每人一把小剪刀，他们快速进入战斗模式。纸板墙壁又厚又硬，迷你小剪刀几乎没什么用，还不如用手撕掉来得快。主持人好心提醒，如果挖到彩色的纸板，就能将剪刀升级再升级，但是眼下只能用手去撕。虽然纸板墙壁很牢固，只要一层接一层的瓦解它，就能靠近目标。大壮徒手挖到了绿色的纸板，他拿到了大1号的剪刀，果然好用很多。小黑也紧随其后，他也升级了新工具，两人的速度一前一后，已经和其他2人拉开了距离。但是老王并没有压力，他认为比赛才刚刚开始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大壮的火药味十足，他不仅要赢，还要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。乔治经过努力也升级了工具，大1号的剪刀果然锋利很多。他一边挖纸板一边挑衅小黑，两人在较阵中互相立下了赌约，如果乔治赢了，小黑就剪光头；如果小黑赢了，乔治就把头发染成蓝色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老王抠抠搜搜，终于撕到了绿色的纸板，他的进度落后了很多，必须加快速度了。4个大男人马不停蹄地挖墙壁，多撕开一层就能多一份希望。大壮又挖到了黄色的纸板，他的剪刀又变大了一圈，使用起来也更加顺手。大壮继续铲纸板，小黑也挖到了黄色的纸板，再次升级了剪刀。不就是黄色吗？我也有。老王厚着脸皮索要剪刀，这也可以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乔治通过努力也挖到了黄色的纸板，升级了剪刀。大壮发现越往里挖越结实，剪刀反而施展不开，只能用力刺进纸板里，才能用手扯出来。比赛紧张地进行着，老王终于挖到了黄色的纸板，升级了剪刀。他在后面慢慢追赶。主持人再次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转动转盘就能获得奖励。大壮赚到了限制别人5分钟，他选择了小黑。这个一直威胁他的男人停止了比赛，大壮又可以独占鳌头了，而小黑正好可以休息5分钟储存体力。但是风水轮流转，因果有轮回，这次小黑赚到了绑带5分钟，他要绑谁呢？是大壮无疑了。大壮被绑住了双手，但他还能用剪刀继续扎纸板，速度明显慢了很多。隔壁2位很喜欢两虎争斗的场面，既不影响自己发挥，又能吃瓜缓解压力。小黑抢先一步挖到了橙色的纸板，他的剪刀又变大了一圈，其锋利程度再次升级，挖起纸板来也更加好用。大壮终于恢复了自由，虽然落后了一丢丢，但他丝毫不放在心上。轮到老王转动转盘了，他转到了神秘人的帮助，浑身有劲的神秘人帮他挖墙壁。老王在一旁加油打气，很快就挖到了橙色的纸板，和大壮同时升级了剪刀。这短暂的5分钟，神秘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老王终于不用垫底了。随后乔治也升级了工具，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看似一步之遥的距离，稍一松懈就会被别人赶超。他们疯狂地刺向纸板墙，凿出的洞口也越来越深。轮到乔治转动转盘了，他转到了关灯5分钟，其他人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乔治有一盏头灯可以继续工作。老王和小黑决定躺下来休息5分钟，而大壮摸虾还在继续挖。很快5分钟结束，他们又恢复了正常。大壮惊喜地挖到了红色的碎片，主持人拿来一把巨型剪刀，这是终极版的工具，也代表着距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大壮使出全力继续挖，其他3人表示压力山大，再着急也没有用，还是得一层一层的挖掘。老王和小黑几乎同时升级了工具，他们用巨型剪刀使劲往里戳。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，为了奖金必须奋力一搏，而大壮已经刺穿了最后一层纸板，他用剪刀头按下胜利的按钮，用力不猛，竟然按扁了。主持人提醒他用手按到才算赢。乔治赶紧用碎屑堵住洞口，但还是抵挡不住巨型剪刀的威力。大壮使劲刺了几下，伸出手指按响了按钮。这一次大壮赢了，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会用什么办法快速打开100层纸板呢？6个人挑战在床上生存24小时，只要不睡觉就能赢到20万卢布。他们是6个经常熬夜不爱睡觉的年轻人，参加这样的挑战岂不是轻轻松松？但是在没有手机和电脑的陪伴下，还能睡不着吗？节目组特意设在晚上开始挑战，而且还要求每人吃下一颗安神的糖豆。他们丝毫没有困意，反而很兴奋。主持人让他们躺在自己的床上保持安静，但是乔治却跑来跑去，依旧精力充沛。他还拆掉2根床板自娱自乐，没有了床板的支撑，床垫凹了下去。既然是自己弄坏的，那就自食其果。乔治只能躺在坏床上休息，这张床非常柔软，就像住在旅馆里一样，而且微弱的灯光也很适合睡觉。主持人悄悄关掉了灯光，保持20分钟的黑暗，可能会有人睡着。其他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只有乔治依然很兴奋，连带着隔壁床陪他一起玩，还时不时的空聊几句。突然一位白发老人出现，他们吓得不敢出声，这是人是鬼？老人停留了一会又消失了。
黄毛猜测这可能是节目组的恶作剧，所以不必害怕。小美双眼紧闭，好像睡着了。主持人跑去查看，虚惊一场。20分钟结束，没有人睡着。小助手拿来一杯牛奶让他们喝掉。牛奶的作用不仅可以助眠，还能增加饱腹感，更容易睡着。隔壁床的大叔眼睛已经睁不开了，而小美的神情也出现了恍惚，想睡不能睡的感觉太难受了。白毛很想用手机打游戏，无聊的躺着，随时有可能睡着。而乔治却一点也不困，他很有信心能撑到最后。2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找来催眠师干扰他们，用不同的声音助他们入眠。大叔和小美好像睡了，但是还能及时回应主持人，看来还没有睡死。而催眠对于白毛和乔治来说丝毫没有用，反而精神更好了。节目组继续关掉灯光，在黑暗中悄悄观察他们。大叔和2位女生一动不动，已经进入了深睡眠，他们被无声的淘汰了。剩下的3位男生还能继续聊天，他们想睡但是不能睡，一闭上眼睛奖金就飞了。4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提出让3人比赛跳绳，30秒的时间，谁跳的最少就能获得奖励。阿伟一口气跳了74个，白毛跳了72个，乔治的速度更快，他连续跳了95个。白毛赢到了奖励，免费享受1次头部按摩。熟练的手法让他整个身体彻底放松。主持人以为他这次肯定会睡着，没想到事与愿违，白毛还在睁着眼睛。比赛进行了6个小时，这3个人依然还是不睡觉。主持人提出新的游戏规则，谁能将叠叠高的积木弄倒，就会奖励1颗安神的小糖豆，把每次抽出的木条搭在上面就能躲过一劫。3个人轮流去抽，经过多次釜底抽薪，积木塔变得摇摇欲坠。当乔治再次触碰时，就轰然倒塌了，他不得不接受惩罚。这时第2位催眠师也来到了现场，他要用特殊的方式哄他们睡觉。催眠师的声音不断的输出，再加上动作上的指导，乔治终于闭上了眼睛。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，没想到被催眠过的乔治反而更兴奋了。催眠师尴尬地寻找下一个玩家，轮到阿伟了。他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催眠，阿伟闭着眼睛非常配合他。等到催眠结束也没有睡着，他又跑到了白毛的身边，换了一种方式进行催眠，2只手来回转动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乔治还以为他们在摇花手呢。催眠师费尽口舌也没有哄睡白毛，看来还是修为太浅。8个小时后，主持人让他们躺在床上不许说话，然后再次关掉了灯光，在黑暗中睡着的几率更大。15分钟后，主持人以为阿伟睡着了，小声呼喊还能得到回应。白毛的眼睛依然睁得老大，而乔治一动不动，竟然睡着了。只剩下2个人了。又过了20分钟，这时主持人突然发现白毛和阿伟都睡着了，小声呼喊也没有回应。比赛完美落幕，6个人全部淘汰。他们坚持了9个小时，实属不易。看来不玩手机的情况下都能睡个好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用1个小时把房子改造成5个隐形的密室，谁能躲过侦探的搜捕就能赢到5000美金。房子很大，可以任意改造，只要你不说我不说，谁能猜到墙里面还可以别有洞天。乔治打算藏进洗衣机里，这么大的体格也装不下呀。于是他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，用胶带把身体粘在门上面，他只要不出声就没有人会发现。但是胶带承受不住压力开始断裂，乔治只能破茧成蝶离开这里，还是去找其他地方吧。而黄毛提前查看过房子的蓝图，发现浴缸下面竟然是空的，他准备拿掉浴缸藏进去，一个人也抬不动，只能找来同伴帮忙。黄毛一脚踹开底部，下面空间还不小，他可以建造一间舒适的密室。黄衣服大叔体型庞大，小空间根本容不下他，于是他决定用一间房子来藏身，果断拆掉了储物间的大门，再放一个书架掩盖痕迹。消失的房间谁能找到呢？接下来他要把密室打造成野生动物园。小美发现楼梯下面的墙壁是空心的，她拿起锤子就开始砸。墙壁不厚，但她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里面很适合做密室，只要在外面贴一张大照片就能完美掩盖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小美特地在里面加上了一把锁。接下来她要把密室变成公主房。阿伟看到嵌入式的大冰箱有了好主意，他把冰箱拉出来一截，里面还有些空间，只要把冰箱打通就能藏在里面瞒天过海。冰凉的密室如果打造成冬季仙境，岂不美哉？说干就干，乔治找到一间空荡的房间，里面没有东西也不会引人注意，他决定藏进天花板里，上面空间不大，但是藏个人还绰绰有余，只是来回上下有点麻烦。乔治使出毕生所学，准备打造一个电梯，让密室不仅隐蔽还更加安全。另一边的黄毛已经刷好了油漆，接下来他要用头像做背景，脸部做地毯，自认为舒适的密室大功告成。他能骗过侦探的眼睛吗？大叔所谓的野生动物园只有一只变色龙和小金鱼，他认为这些就够了。外面的书架一定要摆放好，不能让侦探发现端倪。小美的公主房也差不多了，只要再加些装饰品和彩灯，狭小的密室成为了女孩的秘密房间。阿伟快速把冰箱后壁复原，这里面温度很低，只要注意保暖就可以了。
乔治的电梯已经孵化出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跟预想的一样，来回升降很丝滑，外面看隐藏的很好。乔治躲在上面安心布置自己的小窝，殊不知侦探已经悄悄来到了门口。1个小时找到5人奖金就归他所有。这个陌生的房子他并不熟悉，但是找人的方式却是随心所欲。他从浴室里出来，完全没有看一眼不寻常的浴缸。黄毛以为他走远了。Did you hear that? 误打误撞发现了露出一半的冰箱，侦探敏锐地发现这不正常，尤其里面的食物只摆放在中间的位置。他很快找到了密室的入口，阿伟还没有待够呢，就被从里面揪了出来。侦探快速找到了一个人，他信心倍增，继续寻找。墙上面有个木箱子，非常可疑，他没有迟疑，直接打开。原来是水气球陷阱，侦探被激怒了，他开启暴躁模式找人。当经过大叔的书架时，上面的摆件有点意思，只是书架摆放的不平稳，还是让侦探发现了端倪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大叔也被找到了，还剩下3个人了。乔治吃东西的声音被侦探听到了，他耳朵是顺风耳吗？这么小的声音也能听到。侦探来到了乔治的房间，这突兀的电梯设计还是被发现了。他看到蓝色的遥控器挂在外边，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。但是百密一疏，还是逃不过侦探的眼睛。只剩下2个人了，他要加快寻找的速度。这里作为游戏地点，应该可以随便找。当他经过楼梯时，也发现了空心的墙壁，他找不到入口，只能徒手撕开这面墙壁。小美逃无可逃，只能乖乖认输。只剩下黄毛一人了。侦探嗅着味道又来到了浴室，他好像闻到了黄毛的臭味，就是找不到人影。他会藏在哪里呢？正准备离开时，发现浴缸的声音不对，梆梆的响声里面难道是空心的？他用力掀开浴缸，发现里面果然不一样。这个密室设计的不同寻常，一般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。但是侦探的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，他成功找到了所有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把密室建在哪里呢？